这里是神户往明石方向的一个海边小镇，可能很多人没有来过这里，但是一眼看过去，这个位置就会觉得很熟悉。这个感觉没有错啊，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它就是照着你以前看的那些漫画里面建的。那这里到底有多少场景是和你以前看的漫画完全一模一样的呢？今天我正好来到这里，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吧。这个地方在明石，明石市是一个以渔业和海产品为主的一个城市。明石市一出车站，它有一个很大的海鲜市场，在那里吃海鲜的是非常便宜的。我今天来的这个位置，它是一个未被开发的海滩，是非常原生态的。就这边的海滩，它没有什么商业活动。明石市的旅游业，它不能够和神户相提并论，但是也正是这个原因，所以这边保留了很多原生态的渔民社区。这边的海边有一种没有被开发过的昭和感。如果是来旅行，时间又很充足，那我很推荐来这个地方走一走、逛一逛。这个地方叫林崎松江海岸，我现在正在穿过这一片的住宅区，前面就是海边了。这边的老房子都特别的多，很多昭和时期的老房子都保留下来，然后很多昭和时期的老房子是没有停车位的，所以你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公共的停车位。这种停车位都是租给附近的居民的，它不是可以让你随便停车的，上面都会写着月基，月基的意思就是月租的意思。因为这里离海边不远，最多也就是几百米，所以这边有很多老房子的这种铁皮都生锈过，就是有这种生锈的痕迹。有一些外墙是木板的房子，它也有一些腐蚀的痕迹，就是海风一吹就腐蚀了。但是一些新式材料的房子就没有这个问题，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海边的房子它的价格要贵一点，就是这些材料它也要贵一点。我现在走的这个地方，空气中都有盐的味道，就是好像有人在我旁边晒咸鱼的这种感觉。这边打第一季的混凝土都要 P8 以上的抗渗透等级。这个社区虽然是挨着海边，但是这边没有怎么被开发，所以这边的地价都非常的便宜，房子都非常的大。小面积的房子在这里肯定是没有什么市场的，因为愿意住在这里，他肯定是图这里的房子便宜，房子更大。这个城乡差距哪怕再不明显，它也是有一定的差距的。你在市区里面买一个40-50平小公寓的价格，可以在这边买一个独栋，甚至是2个独栋。它正是房子有价格优势，它才能够吸引人往这里住，不然你图什么呢？是吧？这里到明石的市中心不远，搭电车的话就是一2站路。但是明石市本身也是一个小城市，如果是到神户的三宫的话，从这里坐车是半小时。它这个栅栏全都是用竹子做的，也就是这种位置能够看得到的。这边有很多这种比较老的房子，因为那个土地的价格并不贵，所以老房子卖的特别的便宜。像这种空着的地，就是一些老房子已经拆掉了，然后卖空地给你。你想在上面盖什么样的房子呢？你再去定制。这边一个外形显得老旧一点的房子，它售价一般就等于一个特斯拉，就非常的便宜。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老房子它都是那么便宜的一个价格，主要还是看面积。就是有些老房子它修着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，然后风景很好，它的土地面积很大，那么那种它就很贵了。因为风景好的地方它有一个宜居性的溢价，所以这个就是不好算的。但是像左边的这2个，如果它是要卖的话，那它那个价格可能就是白菜价，就是很便宜很便宜。因为首先它这个面积它并不大，然后它也不是在风景特别好的地方。你看右边的这个，它外面有2个煤气罐，这说明这个房子连煤气管道它都没有铺设。这边像这种煤气罐它是不需要你管的，天然气公司会定时来跟你更换，所以一般家里是装2个这种煤气罐子，它就是防备你突然用空了，然后没有煤气用了。然后煤气罐通往你家的位置它是按了一个表的，它就是每个月按那个表上面的价格来给你计价，它不是按你用了多少个罐子来给你算钱的。好了，我在这里前面就已经可以看到海边了。我对这个3层楼的房子我感到很奇怪，因为这边按道理来说它是不能够盖3层楼的。这个应该是一个很老的房子，如果它拆了的话再盖，它就不能够盖3层楼了。这边很多老房子都面临这个问题，就是拆了的话就不能够盖原来的大小。我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，这边有一个小店，就挨着神社旁边，看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我不知道他2楼是不是他自己住的，有一个楼梯，但是这个楼梯感觉有点危险。这是一个咖啡店，好了，那我就带大家进去喝一杯咖啡。看没了。进来的时候，那个婆婆很惊讶，就问我手上拿的是不是相机，我说是相机，然后就进来了。
后面拍摄我经过了店主婆婆的同意和旁边2个正在喝茶的婆婆的同意，我甚至最后和他们聊得很开心，因为这里很少有游客，他们很惊讶我是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的。我问旁边的2个婆婆，我说你们吃的是什么呀？我能照着你们的来一份吗？这个菜单上面好像没有你们吃的这个。然后因为我日语发音的问题，她一开始没听懂。旁边2个婆婆后来说，就是这个是本地熟客才会点的，就属于是隐藏菜单。然后那个店主婆婆就说你可能吃不习惯的。然后我说不会的，我可以尝试一下。这个店就这么大，就是一个很小的店。这个也是一个烟熏味很足的咖啡，看到这种老店都比较流行这种。好，我的餐来了，算是早餐了。好了，我开始吃了。我先吃的这个是鸡蛋，它这个不是咖喱酱，不知道是什么酱，但是吃一口之后觉得很重的那个海鲜味，有一种在生吃海带的那个味道，确实很特别，说不上来是什么做的，但在别的地方没有吃到过。我给大家拍一下，它这个上面是这个小鱼，就能看到吗？这个上面是这个小鱼，然后撒了一层芝士烤的，它不是纯芝士哈。你看这个里面有这种小鱼，就这样的菜单你在那个连锁的咖啡店里面是吃不到的，你只能在这样的小店里面你才能够吃得到。我从来没有吃面包吃出来海鲜味，这是第一次吃面包吃出来海鲜的感觉。它不光是鸡蛋，不光是面包，它连这个沙拉它都是海鲜味的沙拉。好，吃了，准备走了。这有一个小插曲，就是旁边这个婆婆，走啦，拜拜。就是旁边那个婆婆，她问我能够在哪里看你拍的这些节目，在电视上面能不能看得到？我说那电视台里面可能看不到，我就把我的那个频道主页给她看，就说你如果上网的话可以看到。我就把我频道的名字告诉她了，但是也不知道她会不会看。这边老人家都很淳朴，他们对于拍摄视频的接受度非常的高，就他们甚至觉得很有意思。旁边那个婆婆还问我你平时喜欢吃什么，然后因为这是明食嘛，我就跟她说，我说我平时喜欢吃明食烧，然后她听了肯定也是很高兴的，就是那个确实是很好吃的。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呢，它是一个渔港的码头，这边并不是发展旅游业的，这边是捕鱼的。你看它这边上去，它这个海边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全都是渔船。这里有很多位置是可以租渔船出去海钓的，租船的价格会有一点贵，但是也会很好玩。有一些渔船本来就是要出海的，如果你是随他们的船出海的话，那个就会很便宜。它这个海边的小镇感觉还是很不错的，你看它这边，它没什么高层的建筑会去挡你的视野，就是你会看得很开阔。它这一家也是一个民居，你可以看它这个房子有多大。你看它右边这个，它正对着的就是大海，就一个古色古香的房子，而且占地面积也是非常的大。你不要觉得渔民很穷，渔民是不愁生计的。这边一些船主一年的收入是1000万到2000万日元，像一些雇员就是出海捕鱼的渔民，他们的收入是35万一个月。刚才有一个老人家，他是穿着很绅士的那种，还戴了一个大那个礼帽，然后他从我旁边经过，我就跟他点了一下头，然后他就把那个帽拿得这样下，挺有意思的。就经常有人说我在路上拍摄视频怎么不打马赛克嘛，就是我让你们看一下，看明白了吗？就是前面有一个人在逼我的镜头，一般遇到这样的人我都会很礼貌的把镜头朝下的，他只要有一个躲我镜头的动作或者是挡脸的动作，我就会这么做。我只是在每次后期剪辑的时候把这个镜头给剪掉了，所以你们不知道。这一片海滩都没有商业，它就这里有一个很小的冰淇淋摊，那我去买一个冰淇淋。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大冰淇淋的，这也是真的很原生态。他逗我，他故意就打了一点就逗我，也很有意思。我买的是一个中份，这个分量还可以，它压得很实。すみません。好了，吃一个。我看它那个摊子挺有意思的，很小的摊子，我给人买了。这边的海滩它就不是渔港码头了，这边是看风景的，所以刚刚那个摊主才在那边卖冰淇淋，这也是这整个海滩唯一一个卖冰淇淋的摊位了。
我其实不喜欢吃底下这个玉米筒的，但是这个地方它没有位置丢，我不吃的话，我就一直拿在手上。坐在这里非常的棒，这个整个海滩都是没有被开发过的，你看不到这个海滩它有任何的商业活动。你想在这里钓鱼也可以，想在这里游泳也可以，没有人管你。如果刚刚那个摊主不在那边摆冰淇淋的摊位，那这边就连一个摊位都没有。在海边休息了会，我就在这个小镇上面再继续逛一逛。这边还有很多位置我都没有走到，到处去看一看。这边真的是很有漫画感，这是照着漫画盖的。那些看我视频说住在这个地方会很压抑的，那你今天还压抑吗？反正我是压抑不起来，我就喜欢这种地方。它这条街它也有很多的餐厅，但是都是一些街坊的小馆子，就是只做街坊生意的。这边没有太过于商业化，但是我反倒觉得这样的比较好。那种过度开发的旅游区、商业区，你反倒玩不出这种味道。我刚才说这边的渔民都非常的有钱，这个真的不是瞎扯，这是有渔业协会强势介入的。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查，就是这是一个怎么回事。而且捕鱼也不需要什么学历，就是他不看重学历。这一片的社区全都是这种房子，但是我也发现了这边的人他普遍比较黑，有可能是晒黑的。刚才有2个 GK 骑着自行车过去了，颜值是真的很高啊，直接把我惊艳了一把。他这个社区前面就是海，他这个社区的公园也就是前面这个海滩。这边真的是一个渔民小镇，这不是什么豪宅区，只不过这边的土地很便宜，所以这边的房子都盖得比较大。这一片的房子土地面积普遍在150以上，200、300都是正常的。像这几栋在这边的属于是比较小的，建筑风格是这种海边小镇的风格，已经不是全日式了。你看它左边这一栋，它圈了这么大一个院子，而且它是正面着大海的。这一排的建筑它是起得比较高的，它也不怕海浪。再给大家看一看这边的左边，左边这个也是一个空地，它是卖的。你买了这里可以在这里盖房子，无敌的海景。这里它又有一家咖啡店，就这一家的咖啡店风景非常的好。我纯粹是因为风景我才进去的，那风景实在太好了。现在就进去带大家看一看这家店是什么样的。大丈夫。你们可以看到这边的房子它起得很高，它就是为了防止涨潮，就算是海啸来了它也到不了这个高度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。底下正在举办冲浪的活动，这个冲浪板是刚刚刷漆，然后在晒太阳。这是今天的第2杯咖啡，我转过去给大家看一看，看我坐的是什么位置。这个餐厅我很推荐，没有任何的遮挡，可以直接看到海平线。前面有人在玩冲浪板。我纯粹是因为拍这家店的风景我进来，真的是风景太好了。时间充足的话，可以在这家店坐一下午，就这家店的风景真的是很棒。好了，那我继续带大家去逛一逛。这家店的旁边它是一个酒吧，风景也是很不错的。白天来这里玩的话可以喝咖啡，晚上来这里的话，这个酒吧就开业了，可以在这里喝点酒。而且这家酒吧还可以租钓鱼竿和冲浪板。你看他晚上喝酒，他是可以坐在外面的那个阳台上的。但是现在他不是晚上，他还没有开业。他现在只做这个出借冲浪板和钓鱼竿的生意。下去海边的话，就是直接从这个楼梯就可以下去。它旁边这个空地也是出售盖房子。你看它这个，它就已经是在盖了，就盖在正对着海边的一个房子。当然，左边这个一盖起来，就把右边的这种房子的海景给挡住了。但是这也没办法，就谁让你不买更外侧的房子呢，是吧？右边这边还有一家小五金店，这种就真的是只能在乡下地方才能看得到。你看这条路，它是不是一个照着漫画修建的地方？再晚一点，这边有晚霞，就更好看了。这后边是我来的方向。
这个地方没有公交车可以直接来，我等会告诉大家怎么可以坐车来这里玩。走来这里大概10几20分钟，也不远。有很多人来是租一个自行车骑过来的，他们也不是住在这个地方，他们就是骑自行车专门过来玩。前面有一个很大的自行车停车场，前面那一片就是停车场，可以停汽车，可以停自行车，所以来玩还是很方便的。这里面有很大的一片停车的区域，所以不用担心。这边是我刚刚来的地方，从这边往上去走，它只有一条路是往这里的，其他的路都不通向这里。晚上的话，这一片是海峡，是红色的，就很漂亮。在这边骑自行车和跑步锻炼的都有很多。这边旁边的这个岔路口是我回去的一个近路。这边它是民宅区，也有大片的农田。这边的乡下它就长这个样子，它的那个城乡的差距它不大。你就算是去北海道，它建设也是差不多的，就是这种样子。基本上都是2层小楼，但是也有平房，比如说这一个，就是这个小院子。但他如果是一个人的话，他也够住了，就是他不需要盖2层。他盖2层的话，那也浪费钱嘛。你看他这边还有一片农田，所以不用成天去争论，这不是乡下，这是郊区，没有什么郊区。我再郊一点，我再往旁边走一点，我到另外一个城市了。我都跟你说了，这是乡下，你自己觉得这里的基础设施好，你不愿意相信。它是和你认知里面的乡下它不一样，但这一片它划分的是渔业区和农业区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它后边那边是大片的农田，人家种田那是开车去的。它这个小公寓下面开的这个花开的是真好，这是什么花呀？我都不知道。这里有一个便利店，是靠近车站的一个便利店，从这边过去它就是一个车站，是可以来这里的。这正在修路。这旁边还有一个小酒吧，来玩还是挺方便的。就如果不想像我那样走一大片的路的话，那直接在这个车站下车就可以了。临崎松江海岸车站就是这样一个车站。这个地方也是乡下的一个小车站，就是很老的一个车站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关注、收藏。下一期更新想看什么，也可以在我的视频底下留言。谢谢大家。